大家好，华为的任正非在2016年警告华为的年轻人，不要陷入迷茫，更不要人云亦云，一定要动自己的脑子。这最后的6个字是他自己对自己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一个团队、一座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的高度概括。因为动脑子才能找到办法，才能解决迷茫和问题，才能创新和制造，才能独立自主，才能有信心去迎接更大更多的挑战。有意思的是，2021年4月2号这一天，深圳罗湖区的文和友餐饮集市突然间爆火了起来，让一个构思了整整10年的怀旧创意，终于在万众猎奇的目光中再次顺利登上了网红打卡的巅峰。之所以我会说是再次，是因为这个出生地是长沙的文和友，在2018年花费了1亿巨额打造的怀旧广场，就曾经成功的打响了所谓的美食迪士尼的第一枪。没错，是美食界的迪士尼，光听这个名字就够炫、够狂、够国际范的。霓虹旧楼变光辉。2020年7月是文和友进军美食之都广州的第2枪，更是掀起了巨大的社会骚动与反响。要知道，老广州人的口味不仅天下刁钻，其西关的情怀更是别无他家。结果，这个为老友记度身定做的广州超级文和友，一下子就掀起了秒回40年前的岁月风暴。就连我的老妈也跟风赶场去了，当时还捡了个人少的时候跑去打卡。通过老妈的镜头和视角，可以迅速领略到老广州城的一种斑驳风貌，思念之风仿佛可以扑面袭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视频的最后跟着竖拍的镜头看一看打卡人群的各种扭捏的 pose 和有趣的吃相。这个超级文和友其实是整套复制了长沙的模板，只是替换了老广州的记忆细节和招牌美食，包括老西关的点心、热气的布拉肠，以及街边摊档的萝卜牛杂等等。这些老广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花城记忆，特别是你买单、行呢條路、鬼咁正等等大小皆贴的牛皮癣，满满的都是早被岁月的潮涌一波波洗刷殆尽的记忆碎壳。不知道在斑驳摇曳的霓虹灯下，还有没有人愿意陪我一盅两件吹水半天呢？幻影古风绕客衣，就是这味蕾里的记忆，记忆里的霓虹所串起的五光十色，以及属于时光隧道里的短暂回眸，让成千上万的人趋之若鹜。于是乎，前2天，这个喜欢直戳人们内心柔软处的文和友，再次燃爆了毗邻港澳的移民城市深圳，而且开业第1天就直接突破了5万桌，还一桌难求，简直是匪夷所思。这种文化消费模式实在是潜力无穷，毕竟深圳人和广州人都曾站在同一个战壕，站在风起云涌的改开最前线，都无法忘怀那一段充满朝气和荣光的长长的记忆。然而，记忆与荣光都会淡去，就像潮来和潮去。聪明的人不会期望时间会停止，岁月会倒流，他们只会不断的在潮流中寻找和发现发展的机遇，并在机会中牢牢的把握人们的心理。新一代人的崛起，必然会有老一代人的淡去，新一波网红的风行，必然预示着上一波网红的退烧。因此，怀旧与美食其实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只是经常被换了包装或者换了个标签而已。寒灰寂寞萍水暖，一个城市的发展其实也是同理，求新求变才是一个城市不断焕发生机的真正核心生命力。如果文和友真的发力往美食迪士尼的愿景努力奔跑的话，这不仅是企业的张力和活力，更能帮助燃烧城市的卡路里，刺激和带动它所在的城市向多元化更深更广的发展下去，甚至有可能变身小香港那样的
真正国际化的大都市。文创加消费的模式虽然已经说是烂大街了，但是这种高起点的整合与投资，一步到位就霸气做到了一站式怀旧，一次怀个够，的确能够让人耳目一新，相当的震撼。这就是做新做大做强的最佳示范了。每个城市都会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和美食元素，然而在日趋大同视觉疲劳的城市间游走，其实都不难发现同质化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因此这个文和友和他在长沙的老铁，那个叫茶颜悦色的，都是想在当今的网红生态圈中努力打破同质化的约束，打造出具有自身卡片特色的一股股的清流。落叶飘扬此处归，因为网红这个词本身就是自带严重时间限制的概念，无论是名人还是餐厅，毕竟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想要在网红潮退之前继续保持稀缺性，就必须逼着自己成为一张独一无二的城市的名片。这一点文和友暂时做到了，他的3D 爆红就是玩所谓全而大的文化消费概念，也就是大规模的还原80年代的老场景加上老味道。因为饮食界追求古早味老味道的比比皆是，但有大规模场景加持的毕竟没有，而在复古老街中全是网红美食担纲的也是难得一见。因此这种异军突起的超强资源整合，把几十万件建筑旧物和老式家私还原出一整条老街的气魄，让文和友这种市井文化加上场景套餐的噱头，成功兑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怀旧红利的甜头。当承载流量的明星们以及完全出生在陌生世纪的年轻人一同蜂拥到80年代的魔幻场景当中，一同怀旧并尝鲜的时候，这种成功无疑是鲜活跳动的，充满生命力的。霓虹旧楼变光辉，幻影古风绕客衣，寒灰寂寞凭水暖，落叶飘扬此处归。文和友像一条鲶鱼，搅动着他所在的城市，带来新奇的创意复合、人文组合以及环境适配，勾兑出一杯杯情怀满满的岁月鸡尾酒。这是好事儿，它不仅满足了大多数人一站式怀旧和一站式消费这两样人间不可或缺的需求，还连续引爆了舆论，成为了流量的担当。究其原因，它就是狠狠抓住了人们注定都有的怀旧心理以及一站式的消费模式。我喜欢这样的创意放飞，无论把成换新还是把成变旧，都只是在切合人们的需要，满足内心的渴望。我希望这个餐饮界的迪士尼能够走得更远，能够走得更久，或者说变化的再多一点更好。因为这个世界不乏的就是郁闷，缺乏的都是惊喜。而对于我而言，无论人生激励还是激励人生，同样少不了这种变则通，通则达的大思路，否则人生就会陷入郁闷和乏味当中了。比方说我每天坚持4公里的晨跑，昨天刚好因为天气变好，阳光普照，我于是跑多了一圈，回家后瞬间感觉思维立马的敏锐了，高频了许多，反而成为了当天的小小的惊喜。这就是小处的变和通，通和达，每天进步多一点，何尝不是大发现？您说呢？这是旧式茶楼啊，广州的旧式茶楼啊，80几年的时候就这个模样。玩的不亦乐乎。
茶楼，看看连串的这个房子都是很旧的，破破烂烂，你看看。不过这个吃饭人还真不少哦，啊，这个景还是还挺受欢迎的啊！你看看啊，看看这个，看看这天花板，看看有。是啊，其实这个就是那个闸门，那房子的闸门，你看，是不是很好看啊？这也是一种享受啊，不错吧？单车这里拍个照。这是仿古啊，这个天河路这个仿的80年代那些楼梯呀、这个住家呀、这些房子啊，外面就是一个天河路了，天河那个洪湖大道，外面就很繁华了。怀旧啊！